苏苏还骗我，其实是你的怪病发作了吧？我帮你治。勿要费事。哎，那边有人来了。百里屠苏逃出来了！快，灵犀速速禀报大师兄，此刻他应在观中与观主议事。刘文，去寻其他师兄弟来。师兄，怎可让你一人留下？不知轻重，忘了大师兄如何叮嘱过。师兄，等我们回来。糟糕，这般远近追赶无用。百里屠苏，我虽不知你是如何逃出，但却休想离开铁柱观半步。
不可再往山下。前面想必即是铁柱观内院，人会越来越多。香菱的婚媒术不灵了，还是用不好，否则人多也不怕的。往山里走，一刻都不要停下。可是苏苏，你的病应该马上找个地方歇息。屠苏哥哥生病了，怎么一回事？非是病痛，勿再多言，我自有分寸。没有路了，怎么办？香菱才不要被那些讨厌的人抓住。师尊曾言，与咒术障眼，所见皆虚。适才来路之上，铁柱名门英士，技术后山情状，虽未及细看，料想尽头不会仅是累累山石。苏苏是说，前面的路被遮起来了。那要怎么做才能让它出现呢？应勋，吾知汝名，速来相救。有个山洞，香菱看到了。直接把这一大块的石头打破，就能进去吗？此咒并非简单的障眼之法，须得以咒破咒。破咒？屠苏哥哥这样厉害，一定好容易的吧？我自有专注剑技与咒术，
只得师尊皮毛，唯有尽力一试。此地因为铁柱观秘境，不知通往何处。如今为躲追奔，方出下策。观内列位有灵，请恕百里屠苏大不敬之罪。若有降责，皆由我一人承担。与香菱、风晴雪二人无甚干系。苏苏，无为天地事，虚竹如风雨，妙法似浮云，变动上应天，含天地气骤，骤金金自消，骤木木自折，骤水水自结，骤火火自灭，骤山山自崩，骤石石自裂。既得神咒，不得相违。急急如律令。香菱就知道屠苏哥哥可以的。进山洞，入口不久之后便会闭合。要是进去了，苏苏不就会被那些看不见的人怪罪？你刚刚还和他们说话来着。不必担心。可是，信我便是。我知道了。大不了他们要打苏苏，我就帮苏苏打他们。香菱也不会让屠苏哥哥被欺负啊。走吧，勿要再说些漫无边际之言。已经没路了，看样子不是往这边来的，除非它长了翅膀。我还记得大师兄说过，百里屠苏不懂御剑而飞。也难保和他一起的那一人一妖不会。此为绝路。是的，大师兄，我们未能找到百里屠苏，往其他方向去的师兄弟或有所得。我听说此路通往铁柱观禁地，恐怕石壁之下另有隐秘。那他们……料想他们也弄不明白其中关窍，这里不必搜了。不，羚羊，你速禀观主，我那不孝师弟逃入铁柱观禁地。得观主允许，我们方可进去寻人。大师兄，你是说，百里屠苏找到了去禁地的路？这不可能。是啊，大师兄，勿怪凌云直言，你又没亲眼所见，怎会知道？他是我师弟，我与他相识8载，即便站在这里的所有人都解不了这禁地门户之咒，我那师弟也办得到。大师兄，休要多言，还不快去！是。起来，往里走。咦，不是躲进这儿，别人就找不到我们了吗？师兄已经猜到，如今守在外面，不久之后
会有更多人前来。那怎么办？虽然山洞内另有出路之机十分渺茫，却无论如何不能继续留在此处。可是，好黑又好冷啊！屠苏哥哥，我怕。这是什么？怎么会有火？大哥教我玩的举火之术，想不到在这儿派上用场。前面有条路，隐隐约约听得见水声。沿路而行，洞中不知会有何物，仍需警醒，将呼吸放轻。苏苏，是不是又头疼了？屠苏哥哥，往前，勿停留。还说没有犯病？明明这样难受，就别逞强了。若停下，恐怕再无力前行。怎么会严重到这个地步？每逢朔月，我体内凶煞之力大盛。今次兵行诡道，借此方破师兄结界。然而本已快要发作，加之刻意催动，脑中经络如摧折寸裂，将溅满全身，失神昏迷亦有可能。啊，那一定很痛吧？屠苏哥哥，听起来是好重的病。先一鼓作气到达此路尽头，看看可有其他出口。我知道了，苏苏，跟我来。没有其他路哎，只有一个大房子。苏苏，你无妨，缓和不少。你所习心法，确能抑制煞气之力，多谢。不用谢我，能帮到苏苏是最好了。要不然，干嘛和你一起旅行呢？哼，等出去了，香菱就到山上采草药。荣爷爷教过我的，哪一种草能治头疼？进去一探。
这房子和我们那儿的有些像，又大又空。是什么咒吗？香菱都看不明白。勿动！不能碰吗？会变活的咬人。我们莽撞了，所有咒文均是禁止之意。此地恐为铁柱观封印某物之处。就是他们用来藏东西的地方了。房内布满禁咒，极不寻常，切勿随意触碰。地怎么在动？这股妖力，水底下有什么？香菱感觉到是好可怕的东西。师弟，若有举火，速速灭去！呀，素素，是你师兄，他们追来了。手中之火速灭！兔苏哥哥，香菱害怕。去屋外。进入此地，可曾举火？以阴火照明。终是晚了，终是晚了。天意何以如此不仁？你冤孽呀！师父，观主，如今将火灭去，却也无能挽回。于事无补。数个时辰之后，那妖兽便会破水而出。可怕的东西要爬出来了！香菱，不要！此间妖气甚重，究竟何方妖孽，令观主这般忌惮？铁柱观禁地平台四周为咒水，咒水以下为空，一直用于囚居作恶之妖。妖类于咒水之下，力量受制，则轻易不可再出。妖气异趋微弱，故水下虽有怪物，实不足为惧。直至350年前，关中17代掌门道渊真人费尽心力，将一邪恶强大的狼妖囚于水底，与之立下契约。狼妖如见水面火光，便可任意而去，反之不得稍离。若有相违，则受天雷之击，身形俱灭。自那天起，入禁地不得举火。怪不得路两旁的灯台像是许久没用过。那狼妖目力极敏，只怕水面微有光亮，即能察觉。是才山石震动，定是他力量所致。
恕灵月无礼。那位曾经降服狼妖的道渊前辈，如今可还在世？早已仙去。狼妖凶煞可怖，生性残忍。若能于此修身养性，将其放出，亦是无妨。可惜他乖僻嗜杀，经年未改。20年前，贫道师尊落水真人为防万一，以寒铁锁链，将其附于铁柱旁，恐更加令其心生怨憎，一朝脱身，莫说观内，只怕方圆百里，尽无活口。好个百里屠苏，又是你惹出来的祸事！住口！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。请教观主，道德路上可有办法将狼妖制住？若其出水，贫道于徒儿布下法阵，加上此间禁咒，或可阻得一时，却非长久之计。如此倒也未至穷途末路。灵月愿与几位师弟下水除妖，恳请观主和诸位道兄于路上略阵。师兄，万万不可！狼妖邪力无穷，此去大凶。凶，亦或吉，何妨亲身一试？铁柱观若非受我天庸城事务牵连，又怎会有此灾祸？请观主与灵月一个将功补过之计。罢了。素闻天庸城道剑惊绝天下，贤侄更乃紫印真人高徒，兴许能够起得转机。若能将狼妖一举除去，亦是极好之事。可惜铁柱观不善此道。灵月相信事在人为，万事不可轻言放弃。心智果敢，颇有乃师风范。即使如此，贫道不再多言。若准备停当，便由我替诸位施以避水之术，方可通过水中，进入咒水下，囚禁妖类之地。多谢观主。灵阳、凌云、灵卫，与我下水斩妖。是。那我和灵隐师弟呢？是啊，大师兄不打算带上我们。师兄，我与你同去。若是我与3位师弟不得返回，观主布阵亦需人手在旁相护，灵啸、灵隐便要担此重任。大师兄，师兄，无论如何，我要下水。我也去，是我引的火。屠苏哥哥，下面有怕人的东西，危险。
胡闹之极！今日一搏，生死未知，若你我均丢了性命，要师尊如何承受？至少，留得一人回昆仑山，尚能侍奉左右。不必再说，你与你的朋友拘留此地，如遇危急，自行保命。我这不孝师弟，素来被目为离经叛道，行止逆乱，今次听师兄一回又如何？师兄，凌阳、凌云、凌卫，与我来。大师兄，几位师兄，保重。烦请观主施为。量力而行，切勿逞强。大师兄他们已下去半个时辰。可恶，急死我也！师父，这是……不好，水下妖力大盛。大师兄他们到底怎么了？做什么？想趁乱逃走？烦请观主与我避水之术。你要下水？不可！你若有闪失，我二人如何向大师兄交代？还不如我们下去。不怕我逃走？哼！我只会战，不会逃。师兄既然命你二人届时掠阵，自有道理。奉劝勿要擅离。我们，哎，这位贤侄，你虽私闯本门禁地，招致大祸，然而一切阴差阳错，冥冥之中又何尝没有天意使然？勿要因愧疚逞一时之勇啊！自非成勇，唯愿亲身而为，略尽绵力。但你只身一人，仗手中利剑，并无可惧。也罢，能破我门中禁地之咒，想必亦非等闲。你便去助他们一臂之力。若是情势不妙，还望早早回头，上岸再做计较。多谢。苏苏，心意已决，勿要阻我。不拦你，我要和你一起去。多一个人总是好的。再说，我点的火，要是不去，我不能安心。我也是心意已决，说什么都没用的。香菱也跟你们去。你不是害怕吗？留在岸上。我是好怕，
可如果只剩香菱一个人在这儿，就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们不要把香菱丢下。那就来吧，大家一起才好相互照应。苏苏，你说呢？